怎么办？我好像越来越依赖你了。好啊，你有想去的地方吗？冬季温暖的地方有不少，我们等结束后，再一起商量具体的地点。降温了，出门的时候带一条围巾吧。事情都已经安排好了。下班后，要不去超市买点食材？感觉很久没在家里做饭了。是我好久没做饭了，有点想念做饭的感觉。好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出发吧。张先生，王女士，目前案件进展顺利，没必要撤诉和解。哎，左律师，我们已经想得很清楚了，你不用再劝我们，直接帮我们撤诉吧。这与小雨最初的诉求不一样，是不是被告那边私下联系你们，说了些什么？不是，左律师，你怎么听不懂我的话呀？我和我老婆是原告，现在我们想要和解。你作为代理律师，你只要执行就好了嘛。老张，把嘴闭上！我就是……对不起，左律师，我说话重了。没关系，你们的心情我能理解。只是我作为你们的代理律师，希望你们不要对我有任何隐瞒。算了，左律师和律师小姐也不是外人，我们就直说吧。其实，就是那个网络霸凌小雨的学生家长代表，私底下找过我们。他说只要我们肯撤诉，就能保证小雨进育英高中。你也知道，我们家条件一般，小雨的成绩不上不下，考重点挺困难的。如果能进育英，就好比一只脚踏进了名校。不然还能怎么办？
我跟我老婆拼死拼活，不就是为了让孩子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吗？你现在他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，两位律师，希望你们不要再阻拦我们了。小雨知道你们的决定吗？哎呀，他还是个孩子，最重要的事情是好好学习，这些事交给我们处理就好了。而且我们就算赢了，又能怎么样？赔偿也没多少。那些人也都是未成年的孩子，又不会坐牢，顶多就教育一下，还不如拿点实际的好处。你们这么做的心情我很理解，但还是恳请你们再好好考虑一下。一旦撤诉，之后再想起诉，法院也不会受理。我们不会再起诉了。现在是周五晚上，就算要撤诉，也要等到下周一8点半以后才能申请。那我们下周一再过来。好。各位听众朋友，未来7天我们可能面临强降雪天气。为了您的安全和健康，请大家务必提高警惕，做好防雪防寒的准备工作。我们会继续关注天气变化，及时为您播报最新的天气状况。祝大家平安度过这段寒冷天气。你好，我是左然，这位是我的搭档。你们好，我叫张泽宇，是未名市第2初级中学的学生。你们可以叫我小雨。我觉得我被网暴了。你会产生这种感觉，是不是在网上看到了让自己不舒服的信息？我有证据。有大半年了，那个时候鹦鹉飞扬很火，但我听了他们的歌后，在网上发表感想，他们唱歌音不准，结果不到半小时，我的账号就被冲了。后来我马上发道歉了，但没有用，大家每天都会来骂我。就算删除了，也会一条一条冒出来。
没有用的，被发现了只会让他们骂得更凶。他们还不让我上后退网，不然就要我好看。这些事情，你的父母知道吗？我跟爸妈提过几次，但他们工作太累了，没空管这个。网上攻击你的人中，有没有你认识的？不算认识，但看 IP， 有些人应该跟我在同一个中学。小雨，你的情况我们了解了。你是想通过法律的渠道保护自己，对吗？对，我知道你是特弥斯最好的律师，才想来找你帮忙。谢谢你的肯定。那你会帮我吗？如果有需要，我当然会帮你。只是你现在还未成年，正式起诉需要你的监护人出面，所以下次和你的父母一起来好吗？那个，我还想问一下，法律援助真的是免费的吗？我在门口看到你收费还挺贵的。那是对外的价格，针对你的情况，我们是免费的。那我先回去跟爸妈说，谢谢你们。今天晚上我们点外卖好吗？刚刚错过了去超市的路口。点你喜欢吃的就好，我都可以。等会儿到家，我想先去书房整理资料。就算撤诉了，这个案子也很典型，留着资料以后或许会有用处。没关系，我一个人可以的。哦，忙起来就忘了时间。怎么了？我，有一点。但还有很多复杂的情绪，我一时之间理不清楚。曾经，我总是对自己所坚持的正义坚定不移，因为我很清楚自己是对的。
但这一次，我不知道是否还应该继续坚持。现在和未来，正义与利益，我是该坚持心中的正义，还是尊重委托人，利益最大化的选择？我该拿小雨光明的未来去赌吗？我能确信自己追求的正义一定是绝对正确的吗？也许站在他父母的角度，那些利益比所谓正义更实在。我的坚持反而对他们，对小雨的未来不利。可能是这件事让我想多了吧。我担心处于自己的位置，自认为专业的看法，会不自觉地影响他人。我提供选项。但对于一个尚处于身份认同阶段的未成年人，现在恰好是他形成自我认知的关键时刻。为了他的未来着想，我们确实应该听听他的声音。没关系，我去热一下就可以吃了。律师小姐，是你们啊！出事，是小雨，她不见了。不见了？能跟我们说的具体点吗？其实就是昨天我们回去之后，把要撤诉的事告诉了他。小雨，爸妈都是为你好。我打听过，我们就算赢了，也只能拿很少的一点赔偿金。但育英高中可是很难进的，你要是能在那里读书，一定能考上好大学。左律师也同意撤诉吗？他是我们的代理律师，有什么资格反对啊？你现在最要紧的是学习，看看你最近的成绩，老师都说你退步太大了。小雨啊，你现在还小，很多事情都不清楚。爸爸妈妈就你一个孩子，难道还会害你啊？我知道了，
你们觉得好就好，我先回去写作业了。这才对嘛！今天早上他出门去上兴趣班，本来中午就该在家的，可我下班了都没见他回来，电话也联系不上。后来问了兴趣班才知道，他请假没去上课。王女士，可不可以发一张小雨的照片给我？我们帮你一起找。照片，我们家不太拍照。啊，那个，他小学毕业的照片行吗？可以。还有你想想他可能会去的地方，不管远近都告诉我们。好，好，我想想。我们往他以前上小学的街区去找，有任何消息都会同步给你。谢谢，谢谢你们。左律师，我妈说他们决定撤诉了，你答应了吗？他们作为委托人，有选择撤诉的权利。可明明是我去找你求助的，就因为我未成年不能做决定。没关系的，律师姐姐，我知道爸妈是为了我的前途才这么做，但我还是觉得委屈。从小他们和老师就教育我，伤人是不对的。可是为什么那些人却可以随随便便在网上伤害我？小雨，不管是谁，在任何场合用任何方式伤害另一个人，都是不对的。那他们怎么不用受到惩罚？不是说法律会带来正义吗？没关系的，我家的水果刀很钝，爸妈工作太忙了，没时间磨。而且我也没有很用力，伤口都很浅的。就算很浅，也有被感染的风险，必须去医院处理一下。不用，回家用酒精擦一下就好了。还是去医院吧，你父母那边，我们会通知的。别现在通知，我爸还没下班，要是翘班的话，又要扣工资了。左律师，你以前在学校的时候一定很受欢迎吧？为什么这么问？其实我去特米斯之前就在网上查了你的资料。我知道你很优秀，打官司胜率很高，年纪轻轻就是高级律师和合伙人，而且你的外形一看就是那种受欢迎的类型。是吗？不过，我倒是没注意自己到底受不受欢迎。当我还在你这个年纪的时候，我满脑子想的只有自己想做的事情。果然，什么都有的人都意识不到这些烦恼。你想变成一个受欢迎的人吗？比起受欢迎，
我更希望自己能当个透明人，不被任何人注意到，这样他们就不会到网上来攻击我了。网络世界的开放，不是为了让人变成哑巴，不敢说话。勇敢表达自己的意见没有错，每一个人都有表达自己观点的自由。这一点，早在网络出现之前就是共识。错的是那些容不下意见的人，不是你。我勇敢吗？而且选择用法律的武器来保护自己，这点也很聪明。我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好吗？小雨，你很勇敢，也很聪明，继续保持下去吧。心理医生已经准备好了，小雨，你愿意和他谈谈吗？你们会跟我一起吗？我们从来没想到小雨这么痛苦。别哭了，别哭了，等会儿眼睛又要不舒服了啊！你说小雨这么好的一个孩子，怎么就……我一直觉得我们给小雨的够多了。半年前，我是看出他有点闷闷不乐，就问他怎么了。他说在网上被人骂了。我想这不就是闲的吗？在网上被人骂几句又不会少块肉，承受能力那么差，以后进社会怎么办？我也好不到哪儿去，还怪他要是把重心放到学习上，怎么会有时间上网？我们从来不知道他那么痛苦，根本不是称职的父母。不是的，我知道你们已经尽全力给了我最好的生活，但这件事，我觉得我没有做错，我想要继续起诉。如果你们担心我的成绩，我保证，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好好努力。我不想走这种捷径，就算最后上了语音高中，我也会瞧不起我自己。爸妈，我想凭我自己的实力考上重点高中。小雨，没那么简单。张先生，如果您有什么顾虑，可以畅所欲言。作为你们的代理律师，我会尽所能帮你们解决问题。做律师，你也知道，我们是外地来为民事务工的，在这个城市人生地不熟，
我们怕这件事结束后遭到报复。要是他们换一种方式继续霸凌小雨呢？难道我们要一遍遍起诉吗？我们这样的家庭经不起折腾，何况小雨还在上学，需要稳定的环境。但我们也不是毫无办法。如果他们敢用非法手段展开所谓的报复，那么整个法律体系一定会让他们付出代价。你们也希望陪伴小雨度过没有遗憾的青春期吧？老婆，咱家的事你做主。好，那就继续起诉。差不多该吃晚饭了。晚上想吃什么，我来做。这段时间你也很忙，不要太辛苦了。好，我去拿换洗的衣服。好香啊！你做饭了？很好吃，是我这段时间吃过最美味的一顿。没有，一切都刚刚好。你也快吃啊，一会儿凉了。有件事，你先说吧。对，我在这次调查的过程中发现，这种情况其实不是个案。现在我们对网络霸凌的案子没有明确的法案，而它造成的伤害却很大。如果成功，或许能鼓励其他相似处境的孩子勇敢站出来反抗霸凌。我们生活在互联网的时代，注定无法与其脱离关系。各方面还不成熟的未成年人，无法在这个环境中妥善保护自己。可如果草率地隔离他们与网络世界的连结，
无疑是封掉他们探索世界的一扇窗。但这件事我一个人完不成，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哦，对了，你刚刚想跟我说什么？我忽然有点开始期待一切结束之后的假期了。左然，律师小姐，好久不见了。杨检察官，您喝点什么？帮我点一杯年轻人喜欢喝的。最近院里来了一些小朋友，我得打入他们内部。这个。近年来，网络霸凌相关的案例确实屡见不鲜，但真正走到庭审的，在魏明市并不多。各种原因，我想你们大概也能猜到，尤其是你们这起涉案的大多是未成年人。我们在程序上处理起来相当复杂，而且家长也会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学习而选择和解。我认为这会是一个不错的开始，对今后相似的案件有很好的参考价值。那您是否可以提供一些以往与网络霸凌有关的案例给我们？我想这样在法庭上会更有说服力。我们目前涉及的基本上都是成年人的案例，未成年的不多。没关系，只要是相关的，都对我们有用。好，我去申请看看。谢谢你。不用客气，你们好好加油。法律没有办法走在前面，只能尽可能缩短时间，最大限度维护受害者的权益。哎，这味道还挺好的，难怪年轻人会喜欢。下次开周会的时候，我就请大家喝这个了。好，那我就先谢谢你了。是小雨，过几天就要开庭了，他可能想知道情况吧。左律师，你现在和律师姐姐在一起吗？你自己说吧。我想跟你们商量，开庭那天可以让我上庭发言吗？我不怕。那些在网络上霸凌我的人也会出庭吗？他们会出席。那我一定要去。我想说出自己被网络霸凌时的感受，让他们知道他们在网上的所作所为到底给我带来多大的伤害。好，我去安排。小雨的事就拜托你们两位了。开庭见。
张泽宇同学会出现自残的行为，也可能是由于缺少家庭沟通导致的。根据魏明是第2初级中学老师的证言，他的父母工作都很忙，连家长会也会忘记。反对。被告律师说的情形属于主观臆断，且与本案无关。请被告律师注意言辞。好吧，那我说完了。在进行最后判决之前，我希望能再总结一下我方的诉求。根据我手中掌握的与网络霸凌相关的案例，可以证明，即使是成年人，在遇到相同的情况时，也可能会陷入挣扎和抑郁。那么，当同样的问题施加在未成年人身上时，其造成的痛苦只会更加严重。一个孩子在面对精神暴力时，往往毫无招架之力，无法排解的情绪最终会化为利刃，不是伤害他人，就是伤害自己。哪怕他非常幸运地挺了过来，这件事也会对他的一生产生深远的影响。也许今天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只是为创造一个健康的网络环境迈出了一小步，但我相信，因为这一刻的开始，所有的孩子都将走向更美好的未来。当那些曾在网络上施暴的孩子逐渐长大，其中有部分会意识到自己曾经的行为对他人造成了多大的伤害。到那时，他们又该如何面对自己呢？法律的最终目的，不仅仅是惩罚，也是为了引导更好的未来早日到来。左律师，律师姐姐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其实自从我决定上庭之后，收到了很多人的支持，他们在我的账号下留言，鼓励我坚持下去，都快把那些攻击我的内容刷下去了。网络是一个使用空间，给它定义的是使用它的人。那我是不是也算为了这个目标尽了一份力？一定会的，虽然需要时间，但我相信一定会的。之前你说想去温暖又能放松的地方，有目标了吗？这样的地方，我想想，我记得西泉市的温泉不错，要不要去那儿？好，我来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民宿。
时间还早，要不要散一会儿步？刚刚有一阵风，你看，又下雪了。实在想走，也是可以走的。我印象中，好像在我小时候才下过类似的大雪。记得那天，我趴在窗户前，望着一夜过去积下了厚厚的雪，觉得很不可思议。我还记得那天我父母都不在，是老师照看我。当时雪太大了。气象局提醒居民们，尽可能不要外出。而且老师也感冒了，一整天都裹着毛毯。我们只能等待雪停。我记得当时老师问了我一个问题。他问我：“小然，你知道雪化了之后是什么吗？”我想这个问题也太简单了，雪化了之后，当然是水。结果老师揉揉我的头顶，裹着毯子，和我一起望着窗外的积雪。他说：“雪融化之后，当然就是春天。”怎么了？虽然大雪落下的时候会感到无力，但它终究有消融的一天。在雪融化后的春天，希望就会生根发芽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们也该回家整理一下，出发去机场了。醒了。我在记录我们一起办理的案件摘要。不仅仅是这一次，还有我们以前一起搭档过的案子。最开始的记录可能比较公事公办。是我当时的感想。我习惯记录每一个与我合作的同事的案子。差不多吧，这样有助于我了解每一位同事的特点。好，
第一次和他合作，是我主动的选择。感觉他很紧张，不过一到法庭上，他立刻就找回了状态。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他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。啊，那时我们的关系还……这是在我告白之后，我们第一次搭档。本来打算换一本来记录我们一同经历的案子，但想了想，最后还是决定放弃。我希望保留完整的记录，等到我们将来白发苍苍时，再来翻阅。它可以作为一份来自我们相遇之初的礼物，送给你。那只是我当时的看法。对现在的我而言，我想你什么时候看到，都是最好的时机。遇到困难时，下意识在第一时间向你求助。怎么办？我好像越来越依赖你了。我会的。亲爱的，下班后可以来接我吗？哦，案子上的事很顺利，就是结束的时候遇到梁检察官，他邀请我参加青年一代法律人的聚会，我推脱不过，只好跟着一起去。啊，现在就在包厢外面，里面太吵了，就像一群活泼的麻雀，叽叽喳喳。嗯，你怎么知道我玩游戏输了？是一个很老的游戏，叫《真心话与大冒险》，那群实习生特意为了照顾梁检察官选的。我这是第2轮输了，选了大冒险，内容是向爱人撒娇，并成功说服对方来接我。你想知道我第1轮选了什么？啊，选了真心话，被追问是否还单身，我就告诉他们，我有一个约定厮守一生的爱人。你觉得第2轮这个冒险太简单了？这么一说，好像是这样。其他人的条件似乎更严格，但到我这里，却允许我出门再联络你。我明白了，他们大概是听梁检察官说，我的爱人也是律师时，就对你充满了好奇，这才想了这个办法。那你打算让我赢吗？我听说输了的人要罚酒，我的酒量实在是……我此刻的真心话是，希望你来接我。下班后的时间太短，我只想与你分享。好，路上小心。快到的时候告诉我，我下去等你接我回家。